大家好，我是坤。书接上回说到三界起源的玩法，以及开局的培养技巧和注意事项。那又一段时间过去了，相信很多同学又累积到了一些仙灵资源了。那今天我们就继续三界起源的话题，聊一聊不同种族、不同仙灵的强度，以及个人对仙灵阵容还有顺序的想法。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好，首先我们来聊仙灵强度啊。那这边我们按种族来依次给仙灵划分出不同的强度级别。那因为灵刹呢，它这个仙灵是没有技能的。主要提供一个被动属性，实际使用中呢是不会考虑拿来上阵的。然后当前版本呢也没有人族所以我们撇开这两个种族主要去聊一聊仙羽、鬼魔、妖巫三个种族仙灵的强度首先聊仙羽族，那一个以坦度为特色的种族，那蛮适合这个体修护盾不足的这些同学的。那仙羽族呢，如果有一些刻度的话，在开局是很容易成型的，相信也是前期大部分人的一个主流阵容。那在其中划分强度的话，杨戬可以放在 T 零级别6阶5秒30%几率完全抵挡2次伤害，满阶呢是55%几率抵挡3次伤害挡到对方的神通的话都是很赚的。那比起其他3只金色的仙灵少量的护盾和回血呢，它在金色仙羽族中的上限一定是最高的。唯一的缺点是它是一个状态类的技能那没有办法通过阵眼的升级去提高概率和效果。那大部分状态类效果不受阵眼加成这一点上一期影片有提到，这边再 Q 一下。然后呢 T1 的话先聊精卫。那精卫呢6阶双攻320%的护盾，优点是不消耗真元，但是要说的是双攻的概念是把你的物攻法攻各取50%拿来做基数。那同学们在评估效果的时候，其实大致的将其除以2就好了。所以精卫相当于一个160%主修攻击的屏障所以可能没有看上去那么强。然后是雷震子还有太白。那雷震子呢是一个量多一点的持续回血，那太白呢是量少一点的瞬间回血。那个人认为雷震子是强于太白的，它在于它总量是太白的1倍瞬间回血看似很救命，但是只要你雷震子释放后5秒还没有死，那它的效果就会强于太白。我相信这个还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在释放的5秒内你还会持续受到伤害，所以雷震子的效果是大于等于2倍的太白的。好，那这就是金色。然后还有2只紫色的，个人认为也完全可以放到 T1 的级别。那一个呢是知书童子，5秒减免30%接下来的2次伤害它同样强在上限高。那如果抵挡到的是对方神通的这样的伤害的话，它的效果绝对不亚于一个精卫的护盾但如果抵挡到的是小攻击，则效果就会打折。然后呢是凤凰，那如果你是法修的话它就是 T1。如果是体修的话呢，效果会低于法修。那上一期影片同样有聊过凤凰对体法修的收益差那如果同学们在战斗中是缺气血多于缺真元的，那基本在法修同学身上比较普遍那凤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然后就是 T2 了。首先就是流星上限更高的支书，但是你一定要气血小于30%你才会这个效果强于支书。对于混元大成以上的这个同战基本打2轮左右的同学们来说呢，基本在到达气血30%之前，你的绝阵应该已经放掉了。那可能破虚反虚的同学1轮内还有可能吧，但我个人还是倾向把它称为支书的下位。然后就是雷雨了，精卫的下位，然后是灵兵太白的下位，然后是九曜雷雨的下位那都是地板，这些就不多赘述了。我们来讲下一个种族。好，鬼魔。那鬼魔族呢，首先要说当前版本在合击上的环境大多以仙羽或者妖巫为主。那除了合击，这2个种族都有一些效果不错的仙灵。那鬼魔呢，除了六耳目前几乎都是一些纯伤害的一些仙灵那比起妖巫族有伤害且又携带特殊效果的仙灵呢，鬼魔没有什么特色。那合击全体攻击倒是可以当做大佬的八荒玩具但是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如果不是真的抽不到其他的，除了六耳都可以选择性忽略，好吗？好，那现在我们来聊聊强度首先 T 零最强的一只肯定是六耳，那伤害附加消盾上限很高。那如果六耳释放的时候，对方正好开启一个新的护盾呢，那消除30%的护盾值就会形成不错的优势。那如果是一个快被打爆的护盾就会没什么用，很看 timing 的一个仙灵那还要说的是，随着这个阶数提高，它也只增加攻击而已。消盾呢永远是30%，所以它对阶数的要求也不会很高不会像杨戬那种随着阶数提高还会形成质变。然后就是 T1 了，
赤魅300%双攻的群攻，相当于150%嘛，这个大佬割草用的啊。然后是这个飞廉280%双攻单体加4个箭射伤害，然后呢是白骨2个目标攻击2次啊，总计466%的双攻伤害。那就像开始说的，不具特色啊，纯当做一个辅助的输出手段。那然后呢就是 T2 了，首先是木鹰，倍率较高，但是同时消耗自身3%气血真元的话呢，个人还是不建议使用的。然后就是稻城空，白骨的下位，木瑶呢是这个魑魅的下位，然后是天魔罗，稻城空的下位。那然后是这个地魔钗3个目标，好像没有下位啊，反正也是个地板吧。我们接着往下说。好，妖巫也是当前高战的主流阵容之一啊，在坦度足够的情况下补充伤害，且有各种各样的增伤手段。那针对爆发阶段的输出呢，有比较可观的辅助作用，而且很多都蛮强的。首先 T0 的个人认为可以有2只，第一只是白泽，双攻加3秒的破盾，放在之前那个轩辕剑的活动里啊，也可以侧面体现它的强度了吧。那它和六耳的优缺点呢？优点是不用管对方剩下的盾量啊，对方护盾剩一半或者1/3的时候呢，都可以做到稳定的快速破盾的效果。那缺点是因为是个 buff 啊，可以被驱散。那六耳就是一下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如果他们搭配使用呢，破盾效果极佳，好吗？那另一只 T0 呢，个人认为是圣宫宝，双攻加对方5秒的易伤啊，5秒可以配合2到3个爆发吧，那他也不用管对方有没有护盾什么的，是一个十分稳定的增加输出的仙灵啊。玩这个妖巫你有的话呢，一定是必带的。然后就是 T1 了，首先妲己下一个先有合击神通必定会心啊。那关于这个描述呢，我有跟官方确认过了，这个必定会心只针对下一个仙灵的技能啊。之前我看过有讨论说，比如你玩的是妖巫合击的话啊，那将妲己放在5号位，那你最后的那个合击是不是必定会心呢？啊，不是的，这个确认过了，之后官方的描述应该也会修改啊。所以妲己放在一个攻击倍率较高的仙灵之前，可以获得的收益是最大的。而且我看日志啊，打出来的这个会心差不多就是一个2倍左右的一个数值。那缺点就是可能在下一个仙灵技能前被驱散啊，那就白放了。然后呢是这个求病客，双攻加6秒的自身攻击加成，它配合高爆发的阶段释放会更有效果。我玩这个妖物的时候会用啊，因为我没有6R好吗？但是呢，这个6秒我经常也被驱散。下一个是汉魃啊，驱散2个 buff， 且驱散时附带伤害，特别是在这个论剑单挑的过程中还是蛮不错的。法则1万级后呢，对对方的控制以及减益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了，但是清除增益仍然是实打实的效果。然后还有一只紫色，我认为可以放在 T1 到 T1.5 的样子啊，就是牛具。消除自身减益的同时给对方带来伤害啊，和汉魃反一反。那特别是法则1万级前各种状态控制啊，这个还较为有效的时候呢，类似进化的效果对战斗还是很有分量的。然后就是 T2 啊，首先是这个敖真单体伤害，然后减速啊，单挑是真的没用，那8光好像逮到人的情况也不多。然后就是后面这个熊单体伤害加一个60%几率的控制，持续 0.5 秒，那其实只能打断一下别人的节奏吧，一个聊胜于无的效果。那最后就是2只完全没用的仙灵了，一个是这个虎生白啊，还有就是这个杜渊，跑那么快干嘛？而且还是绝症放到中间，突然让我冲一下，是不是神经病？那以上呢就是差不多值得聊的这些仙灵技能了。那下面我们来说说关于阵容搭配和顺序的一些个人建议啊，以及之后要注意的地方，希望能对同学们有些帮助。好，关于阵容呢，目前比较主流凑合击的阵容就是仙羽以及妖巫。那仙羽在开局比较容易成型啊，在 PVP 中可以很好的弥补护盾不足的缺陷啊，相较法修呢和体修的契合度也更高。那妖巫呢，针对护盾较为充盈的法修以及一众高战，去增加输出手段和提高爆发阶段的伤害啊，都有不错的效果。且在 PVE 中呢，比起仙羽一定是帮助更大的。那首先要提一下这个设定，种族合击。设定的同种族绝技越多，合击效果越强。那要说的是这一条规则呢，当前是没有时装的。但当前同种族上阵3只还是4只5只，那最后合击的这个效果并不会发生改变。所以当前大家主流的搭配都是将效果较强的仙灵去做一个混搭。比如我有6耳的话，一定会去替换掉妲己或者丘宾客吧。
但是如果未来这一条规则时装了呢，可能环境就会变成一个全部同种族的阵容啊，那还是取决于这个数量对合击影响的效果有多大。那时装后呢，我们可以再聊聊取舍的问题。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大部分状态类效果它不受阵眼的升级加成的影响，所以越玩到后期，攻击类的，比如攻击类或者护盾类这些技能效果就会越来越强，而状态类，比如减伤这些的效果呢，则会停留原地。那除非像杨戬这样本身真的够强，那玩到大后期呢，能被阵法加成的这些仙灵优势则会越来越明显那之后官方应该会将描述更新的更清晰就是在技能这里去显示这个加成的数值，可以帮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判断。好，然后就是仙与妖巫两个主流的阵容，我对他们的一些使用建议首先仙与我们随便换一下一个，然后再来一个。好，那仙羽呢，它绝阵启动 30% 伤害启动期间的 30% 伤害转化为护盾。那在神通这边绝阵的位置建议呢，我会建议将其放在一个较后的位置随便后面一点。那当前版本应该很少人能够在一场战斗释放2次绝阵那这一次释放包括各种护盾减伤回血加最后的护盾补充呢，我们就不建议在论剑开局所有护盾的 CD 都是满的时候一起释放，而是在一个较后的位置那在自身护盾 CD 周转容易断盾的时候呢，包括回复类状态类越差效果越好的这些设定会有更好的保命效果。那内部的顺序呢，我们回到这个仙灵绝技。那因为这一个规则，所以个人认为回复类然后杨戬这种可以放在较后的位置，那尽量在争取到合击效果最大化的同时在最大化自身的效益。那护盾比如精卫就不会影响到这个合击成伤的判定我们可以选择放在开头起手的位置。那中间如果有效果不错的攻击类仙灵呢，也可以在中间穿插输出类的仙灵。好，然后是妖巫，我们再换回妖巫。这个。那针对神通这边的这个绝阵建议呢，我是建议放在你最大化这个爆发的那个阶段之前去做一些这种各种那个所谓的破盾增伤的这些效果，那去和你的这个高爆发的阶段去做一个叠加。那我目前是放在这一个位置后面有我爆发最高的这个左右的神拳以及2个金色的主动。那配合这个仙灵攻击增加破盾以及对方易伤的效果我们去叠加起来。那实战的话呢，开起来妲己先加彗星，然后我神拳就会开始蓄力了，而且我每个神拳呢有2秒的这个免疫，所有的这个仙灵的增幅呢都能配合爆发打出，也不用怕被驱散那我前段时间法则刚1万现在只是觉得新神拳挺好玩的，那之后万一觉得不好用，我可能也会去掉。但是总体来说，妖巫为主的绝阵放在最高爆发阶段前，然后一并打出，是我目前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不同阶段的同学们呢，针对自身的神通，看看你的爆发阶段在哪里那然后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应该都会有不错的效果。好了，那今天就是关于仙灵的强度以及仙灵阵容还有顺序的分享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你订阅我，我很想要你们的陪伴。如果你对游戏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为你答疑解惑，好吗？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